我们这儿有个老规矩，谁家生了姑娘，必须先种3棵桃树。姑娘长大后，要在上巳节那天置花枝定姻缘。6年光阴，我曾2次将桃花枝置给沈昭。第1次置之，是我救下落魄蒙冤的他那日。阿唐，如今沈家有难，我不能委屈你。等我洗清沈家冤屈，定8抬大轿娶你。如今沈家终于沉冤昭雪，这第2株桃花，你可愿见？阿唐，如今家业根基不稳，我不想让你跟着担惊受怕。等我站稳朝堂，一定娶你。各位，今日借着昭儿高升，老身有一桩喜事宣布：沈家与清河县主柳氏缔结良缘。苏姑娘是沈家的恩人，老身记着。等昭儿与县主完了婚，就抬你进门做贵妾。数年清闲，竟只换得贵妾之位。这只是暂时的，等我把母亲应付过去，一定给你该有的位分。你再等等，可好？苏姑娘，这桩婚事可是圣上御笔亲批的呢，你可别不高兴。恭喜。婚书是母亲擅作主张的，柳家是世家大族，联姻对沈家有益，圣上的赐婚我根本没法拒绝。等这阵过去，你还要我等多久？阿谭，你总得给我时间。更何况莹莹是无辜的，若是拒了婚，别人怎么看她？你能不能对她态度好点？沈昭，你还记得我家乡的老规矩吗？这是3次，我原本打算今天给你的。阿唐，你先把它收起来，等我把柳家的事处理好，一定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我在城南看了一处3进的宅子，你先搬过去住一阵，免得看着伤心，行吗？行。沈昭，我娘留的那批蜀锦做成了喜服，铺子说做好了，你能不能陪我去看看？阿唐，莹莹今天要搬东西过来，我赶着去接她。你又不是马上要嫁给我，也不急这2天，等我有时间了再陪你去，好吗？去吧。昭郎，婚期这么近了，嫁衣脏了，是不是上天觉得咱们的婚事不吉利，以后不能长相厮守？胡说，谁都说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嫁衣的事我来想办法，绝不让你受委屈。阿唐，这是那匹蜀锦做成的喜服。太好了，真是巧。莹莹的嫁衣脏了，来不及重做，你这件先给她穿吧，以后我再重新给你做。不行。阿唐，你说什么？这匹蜀锦是我娘留给我的，上面的纹样也是她替我纹的。阿唐，娘把这嫁衣留给你，愿你寻得良人，一世安稳。苏姑娘，我知道这是你的心爱之物，我不该开口，要不算了吧，我就穿着那件脏了的嫁衣出嫁，也是命该如此。阿谭，你也听到了，莹莹又不是故意的，你就当帮帮我，先让出来，以后我加倍补偿你。沈昭，你放手，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昭郎，这怎么好意思呢？没关系，阿唐最懂事了，不会计较这些的。委屈你了，作为补偿，自己去逛逛。屋里我给你买了好吃的，先吃一点再去。
我最爱吃城南那家铺子的点心了。跟了你6年，你明明知道我从来不吃甜的，你记得全是他的口味。阿桃，你这是做什么？我不就是拿了你一件衣服，你为什么要糟蹋我买的东西？你疯了，连这些都要烧！既然这么舍得，有本事搬走的时候我给你的东西一样都别带。好，阿谭，我知道你舍不得那批蜀锦，明天我带你重新去买一批，再给你置办一套金枪玉的头面。城南那所宅子，你想添置什么都随你心意，行吗？行。我就知道阿驼最明事理了。你不知道，那所宅子我不会去住，你也再不会见到我了。把这些花全都挖出来。姑娘，这可是沈大人亲自为您种的，他为了这花还伤过手呢。挖了吧，等柳姑娘嫁进来，看到这些东西会不高兴的。苏姑娘，柳姑娘因为白天的事身子不舒服，大人过去陪她了，说明日陪您出门的事儿怕是不成了，改日再补。知道了。阿谭，你怎么回来了？莹莹说白天的事让她心里不踏实，想在婚前去灵安寺祈福，我回来取几件换洗衣物。真巧。我和招郎正要去城外的灵安寺求个庇佑呢，苏姑娘要不要一起去？听说那座寺庙求姻缘最是灵验呢。对了，阿谭，你不是一直念叨着想去灵安寺吗？正好今天一起吧，反正莹莹也不介意。沈昭，听说灵安寺后有棵古槐，许愿极灵，你陪我去一趟好不好？好，等忙完这阵，我一定陪你去。6年，直到今天，我都没能踏进那座寺门，而现在他要陪另一个女人去了。不了，你们去吧。阿谭，招郎，苏姑娘不去的话，那我们走吧，时候不早了，不能耽搁了。你这是要出门，去城南那所宅子，搬过去也好，那边宽敞，你先去看看还缺什么，列个单子。去吧，别舍不得花钱。招郎，万一我吃不惯灵安寺的素斋怎么办呀？吃不惯的话，我就亲自去街上给你买你爱吃的。沈昭大概以为我会乖乖的去城南的宅子里继续等着他，他以为我的未来还在他的掌控里。我面朝的方向从来就不是你指给我的那一条。沈郎，你看看我这身嫁衣可还合身？沈昭，你在想什么呢？很美，莹莹穿什么都好看，这身红装定能艳压京城所有的贵女。我看你是人在心不在吧？怎么又在想你那个上不了台面的外室？莹莹，休要胡言，阿童不是外室，他对我沈家有恩，等大婚过后，我会风风光光的把他接进门做平妻。平妻？沈昭，你别忘了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父亲的。一个无权无势的孤女能进我沈家做个妾，已经是他积德了。莹莹，我们大婚在即，不要惹事。阿谭很懂事，他会在城南乖乖等我的。等忙完这阵就好了。哼，阿谭最识大体，他已经等了我6年，再多等几天又何妨？恭喜沈大人，贺喜沈大人，迎娶清河县主，以后定能平步青云，前途无量啊！多谢大人吉言，同喜同喜。几日了，阿谭没有来找过我，甚至连一个质问的口信都没有。这不像他，以前他哪怕受一点委屈，都会红着眼眶来找我讨要说法。你去城南的宅子看过了吗？阿谭在做什么？他有没有在哭？回大人的话，小的1刻钟前刚去过城南。说，他到底怎么了？是不是病了，还是在闹脾气不肯吃饭？
不是，大人，城南的宅子大门紧闭，里面黑灯瞎火的。小的大着胆子翻墙进去看了一眼，里面什么都没有，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根本不像有人住过的样子。阿桃，我来看你了，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你开门啊！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这里从来没有人住过，那他去了哪里？他能去哪里？为什么你连一株花都不肯留下？你竟然狠心到这种地步！他不全入不剩的全毁了，他这是在告诉我，他要把过去这6年全盘抹杀。不要我了，连一丝留恋都不肯给我。3次，我一次都没有接住，我竟然一次都没有接住！我一直以为他会永远等我的，无论我怎么对他，无论我让他等多久，他都会站在原地乖乖的等。阿唐，你还能去哪里？来人啊，来人！给我去找封锁城门，就算掘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回来！你来了。你等了多久？不久，也就6个春夏。你家乡的老规矩，掷3次，他没接，便是无缘。既然无缘，你要是愿意，我们现在就走，天涯海角，我护着你。顾公子，我们要去哪儿？江南，你不是一直想去吗？灵安寺求姻缘，江南看春柳，这2件事，我只对沈昭一个人说过。他嫌弃我异想天开，每次都说等他升官发财再说，一样都没有记住。而对面的这个人，他怎么会全都知道？他到底在暗处看了我多久？先睡一觉吧，路途还很边去的事，就让它随着这江水流走吧。冰糖葫芦嘞，又甜又脆的冰糖葫芦。站了这么久，脚不酸吗？刚出炉的桂花糕，趁热吃，回去该凉了。不累。顾大夫，我们今晚吃什么？你爱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买了新鲜的鲈鱼，炖了鱼汤，回去更好能喝。各位看官，今儿个要说的这桩事儿，可是京城里头最新鲜、最荒唐的。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又是哪家达官贵人的风流烈士？这回可不是一般的达官贵人，那是咱们当朝新贵沈家与那清河柳氏的联姻，那排场那气派，十里红妆从街头排到巷尾，把整个京城都给轰动了。稀奇就稀奇在成婚当晚，那位新郎官压根就没进新夫人的洞房。什么？没进洞房？不仅没进洞房，连喜服都没脱，骑了一快马直奔城南，满大街的乱窜，逢人就问，挨家挨户的敲门，简直像个疯子。他到底在找什么人？连新娶的娇姬都不要了，找一位姓苏的姑娘。你们猜怎么着？新郎官把城南翻了个底儿朝天，没找到。那位苏姑娘简直像是人间蒸发了似的，连根头发丝都没给她留下。乖，这姑娘也是个狠人啊，走得这么绝。可不是嘛！新郎官急红了眼，第2天连早朝都没去，开始满城张贴寻人启事，赏金从一开始的100两直接涨到了1000两白银。1000两！我的亲娘嘞，这够买下咱们半条街了吧？这还没完呢，京城里找不到，新郎官就雇了画师，画了成百上千张画像，往4面8方传。这不，连咱们这偏僻的小城都贴了几张。城门口那告示牌上，你们今儿个路过没瞧见？瞧见了。1000两，沈昭，你如今的深情真是比草芥还廉价。痴情、负心，其实都不重要了。那个在雨中为了沈昭跪求翻案的苏檀，早就死在京城了。
刚出炉的，排了好久的队才买到，趁热吃。还想听吗？不听了，别人的故事有什么好听的？好，那我们回家。大娘，您这风湿是陈年旧疾，江南水气重，夜里切记关好门框。这服药回去连吃3服，便能缓解疼痛。顾大夫，您真是活菩萨呀！这药钱您可千万得拿着。大娘，药草都是我自己去山上采的，不值什么钱。嫂子，药包好了，3碗水煎成1碗，饭后给孩子服下。多谢苏姑娘，多谢大夫。阿唐，我终于看到你开心了。在沈家那6年，我好像一直在等他回家，等他兑现诺言。生活的滋味，我从未真正感受过。是啊，我自己都没发现，原来日子还可以这样过。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平静安纯的过下，直到那一天。顾大夫今日进山采药去了，若是看病，劳烦您明日。阿唐，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我找了你好久，我找遍了整个京城，我把每一条巷子都翻了，我到处贴你的画像，我悬赏1000两、2000两，可是没人知道你去哪儿了。后来终于有走商说，在江南见过一个长得很像画像上的姑娘。我一路跑飞了3匹马，日夜不停地找过来，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着素衣的姑娘，长得很好看？阿图，跟我回去，求你。看着他这副卑微到了骨子里的模样，我心中竟连一丝波澜都未能惊起，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轻贱。你来做什么？我说过要娶你，让你风风光光做正妻，可是我拖了6年，6年啊！我说过等在朝堂上站稳脚跟，就陪你去灵安寺看桃花，可我一次都没有陪你去过。你说的话，我嘴上敷衍着说好，转头就忘得一干二净。我还把你一针一线缝了几个月的嫁衣抢走了，我把它给了别人，我看着你哭却无动于衷。阿唐，我混蛋，我知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你看，阿唐，你看，我已经给柳爷爷写了和离书，他死活不同意，我就当着柳家人的面给他立了字据，我把我沈家1半的家产全都分给了他。柳家气疯了，他们闹到了朝堂上，圣上要扒了我的官服，可是这些我都不在乎了，前程算什么？我什么都不要了，我来接你回去。阿唐，你跟我回去，我们马上成亲，我绝不再负你。为了这纸和离书，你放弃了半身家当和苦求来的仕途。可是沈昭，你还不明白吗？我不要的东西，就算是镶了金边，我也觉得恶心。阿唐，你跟我回去好不好？这几个月我快疯了。你回去吧。阿唐，你还在生我的气，对不对？那枝桃花，我已经给了别人了。你说什么？沈昭，那枝桃花我给别人了。阿唐，你别跟我开玩笑，我知道你是在气我，气我要娶别人。我没有开玩笑。阿谭，我知道我错了，
我改，我什么都改。你跟我回去。阿唐，你现在连碰都不让我碰了吗？沈昭，你先别急，你坐下来，我跟你好好说。沈昭，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一声不吭的走吗？你还记得6年前，你坐在我家的桃树下，对我发过的誓吗？阿唐，等我沈家沉冤招白，我定8抬大轿迎娶你，此生此世，绝不负你。记得，我说此生此世，绝不负你。你那时说的是真心的，我知道。可后来呢？你忙着结交京城的权贵，忙着应酬各路同僚，忙着在朝堂上步步高升。于是，我在这座冷冰冰的宅子里等了1年又1年。可你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愿不愿意等，你也没有问过我苏檀等不等得起。阿唐，不是这样的，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我们的未来，在沈家最落魄、人人避之不及的时候，是我救了你，收留了你。我把家里最后一点银子全给了你，只为了让你去打点刑部的关系。你母亲嫌弃我出身低微，是个卖药的商贾之女，我从不计较。逢年过节，该送礼送礼，该请安请安，你让我等，我就这样等了你整整6年，没有一句怨言。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哎呀，那苏家的丫头虽然上不得台面，但好歹照顾过昭儿。等昭儿迎娶了清河县主，就大发慈悲，抬她做个贵妾吧。你要成亲，我竟然还是从你母亲嘴里听到的。满堂宾客面前，她笑着说要抬我做贵妾。阿童，不是的，那是母亲擅自做主的，我根本不想这样。但你没有反对。你以为你背着你母亲偷偷写了和离书，分了你那一半少得可怜的家产，千里迢迢跑到江南来接我回去，我就应该感激涕零，应该被你的深情打动，然后乖乖跟你走，继续做你身边的附属品。阿唐，我真的把能给你的都给你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从头到尾，我在你沈昭的眼里，从来都不是首选的选项。第一次，你选择为家族沉冤昭雪，抛下我不管，好，这没有错。第二次，你选择为自己的前途向权贵低头，这也没有错。第三次，你选择与柳莹莹成婚，彻底将我牺牲。每一次你都有无比正当的理由，每一次你都冠冕堂皇地说等以后补偿我。可是沈昭，你有没有一次，哪怕就只有那么一次，把我的事也当成你的事？阿谭，我以为你会一直在的，我以为等我把外面的风雨都平息了，把什么都准备好了，只要我一回头，你还在那里等我。可我等了6年啊，沈昭，整整6年，6年的时间，足够你把所有你认为重要的事全都做完了。你替沈家洗清了冤屈，你在朝堂上站稳了脚跟，你娶了高高在上的柳家小姐，你什么都有了。可我呢？除了这6年满是伤痕的回忆，我什么都没有。阿唐，我买了你最爱吃的炒栗子，还热着。是你！
是你带走了阿谭，我就知道一定是你蛊惑了他。是他自己走的。胡说！阿谭怎么可能离开我？他爱我。从他走出神府大门那一刻起，每一步都是他自己走的。不可能的，阿唐明明那么爱我，他为我付出了整整6年，甚至典当了所有首饰，他怎么舍得自己走？这不可能。阿唐，你告诉我，你当真就因为他，你连我们6年的情分都不要了？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自己。阿唐，委屈你做个贵贱，这是权宜之计。你再等等我，以后我会补偿你的。因为你自己，为什么？沈昭，你以为我还会在原地等你吗？那些被我一次次退后的承诺，那些我以为等一等再弥补就好的亏欠，他真的不会再等了吗？我以为时间会一直停在原地等我的。阿谭，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跟我回去好不好？你走吧。我不走，可以重来的。正妻之位是你的，我什么都依你。沈昭，你还不明白吗？我不要你的施舍，也不稀罕你的正妻之位。回去好好过日子，别再辜负另一个女人了。阿谭，对不起。你还好吗？挺好的。桃花还没开，凑合一下。你这是向我提亲？算是吧，反正你也没有第3次制桃花枝的机会了，只能给我。可它握在我手里，比世上所有的金银珠宝，所有的桃花枝都要重。好，从前6年里，我在沈家攥紧了又松开的期待，在这一刻，终于安稳地落了地，轻飘飘的，却又沉得让人眼眶发冷。顾言，你可想好了？我既应了你，便没有回头的道理，你再想反悔，可来不及了。我想了6年，从桃树下第一次见你跪求别人，到西城茶楼里等你赴约，这6年里的每一日，我都想得很清楚。你竟然等了那么久，所以永远不用回头，往前走，我在。我到现在心口还在颤，原来6年前那场狼狈的大雨里，他不只是递了一把伞，他竟见过我最不堪、最卑微的模样，却在暗处默默守了整整6年，只为等我心甘情愿朝他走过去。醒了。灶上温着粥，是你爱吃的莲子百合，马上就好。沈昭，你还记得我小时候最爱喝娘煮的莲子百合粥吗？是吗？忘了，厨房熬了燕窝，你凑合喝那个吧，别总提那些乡下玩意儿。莲子百合，我从前只和沈昭提过那么一次，他转头就忘得干干净净。可是顾燕，他怎么会知道？
发什么呆呢？再不出来吃，粥可就真凉了。好，我这就来。小娘子长得这般标致，可是顾大夫的内人。这副药拿去，3碗水减成1碗，1日2次，切记修心养性，少动肝火，对你的眼疾有好处。吓着了？哪有那么娇气？顾大夫这般护短，以后谁还敢来朝病？治病救人是本分，护着你是我的私心。刚出锅的糖炒栗子，又香又甜嘞！尝尝，刚出锅的，小心烫。顾先生这般细致妥帖，倒真不像个治病救人的大夫，像个伺候人的老妈子了。我这双拿银针的手，往后只对你一人这般细致。列位看官，且听我今日说一段新鲜事儿。这可不是京城的轶事，而是咱们这江南地界上的奇闻。话说有个外乡来的狐媚女子，水性杨花，不知使了什么妖法，竟拐带了官宦人家的眷属，那是抛夫弃家，恬不知耻啊！哟，还有这等事儿？那女的现在哪儿呢？这谁知道呢？只听说啊，就在咱们这城西一带转悠。未必是他。沈昭虽执拗，但顾及脸面，不会这般下作。柳家的人更有可能。柳家的人，顾燕说的对，这等满城散播污言秽语的下作手段，确实不像沈昭的作风。苏唐，你不过是个低贱的商女，也配跟我抢沈郎？我要让你知道，得罪清河柳氏是什么下场。柳莹莹那样骄傲的清河县主，被沈昭当众递了和离书，又分走半数家产，这口恶气他定然咽不下。这笔账他自然是要算在我的头上，只是我没料到他的动作来了这般快，竟已追到了江南。顾大夫，城西的赵记药庄出大事了，刚到的一批贵重药材眼看着就不对劲，掌柜的急得要上吊，求您赶紧过去帮忙辨辨真伪啊！知道了，你在巷口等我。阿唐，我必须去一趟，但你记住，我不在家的时候一定要把院门关紧。我知道，你放心去吧。不管是谁敲门说什么，哪怕是天塌下来，你都别开。有任何事，等我回来处理。好，我记下了。苏檀，你个贱人，给我滚出来！别以为躲在里面就没事，给我出来！躲什么？怎么不说话啦？你敢抢别人的男人，敢勾引当朝命官，怎么现在倒成了缩头乌龟，不敢出来见人了？就是，滚出来！原来他就是说书先生讲的那个陶妾啊！看着镇长正式打上门来了，真是作孽！我当是什么国色天香的天仙模样，能把沈郎迷得神魂颠倒？原来不过是个连门都不敢出的、上不得台面的陶妾。柳县主贵为金枝玉叶皇室宗亲，光天化日之下带着一群恶犬私闯民宅，你就不怕坏了你那高贵清河柳氏的名声？名声！你这个低贱的商户女，居然敢跟我提名声！你毁了我的婚事，害我成了全京城的笑柄！你现在还敢跟我提名声？今日我就要让全江南城的人都睁大眼看看，你苏檀到底是个什么下贱的东西！
阿唐，这曼陀罗花粉提纯后药性极猛，稍微吸入一点便能让人瞬间昏厥。我将它单独放在墙根，你平时千万别轻易触碰。顾大夫真是小题大做，这光天化日的，难不成还有强盗翻墙来抢药？防患于未然总是好的。顾言，你果真是个神医，连这防患于未然的手段都预备得分毫不差。柳莹莹，既然你非要撞上门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苏檀，你这日子倒是过得清闲得很呢。抢了我的夫君，毁了我的下半辈子，就心安理得的躲在这穷乡僻壤的小破地方，装什么冰清玉洁的良家妇女？柳县主，说话要讲凭据。沈昭与你和离，是他自己权衡利弊后的决定。你们那千疮百孔的联姻，与我何干？与你何干？你很不明！要不是你在江南勾着他的魂，他怎么会放着大好的前程，在这上前程不要，放着我这县主夫人不做，非要跑到这破地方来找你这个平民！给我上！这是什么？你对他们做了什么？你这个毒妇！一点迷药而已。柳县主既然大老远来都来了，不如也亲自尝尝。别过来！顾燕回来了。阿谭！招郎，谁让你过来的？招郎，是他欺负我，他用药迷晕了我的人，他刚才还举着河要杀我，你要替我做主啊！够了！你带人大闹民宅，把这里砸得稀巴烂，现在还敢恶人先告状？沈昭，你是不是疯了？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你现在为了这个狐狸精凶我！回去。你让我走，你居然为了他杀赶我走！我再说最后一遍，带着你的人滚回去，这里的事不用你管，也轮不到你管。看着他们狗咬狗，我心里竟掀不起半点波澜，只觉得吵闹。好，好得很。沈昭，你会后悔的。你别忘了你现在的官位是怎么来的。你没事吧？刚才有没有伤到哪里？你怎么还随身带着迷药这种东西？万一伤到自己怎么办？太危险了。沈大人多虑了，带着这东西总好过手无寸铁，任由别人欺负到头上来。他是在怪我，怪我当年没有护住他，怪我现在让柳莹莹找上门来。我知道，从前是我没护好你，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但以后绝对不会了。阿唐，你相信我，柳莹莹那边我会严加约束她，绝不会再让她吐出房门半步，更不会让她再来打扰你。不必劳烦沈大人了，我自己能护好我自己，不劳沈大人费心。顾燕呢？他到底死哪儿去了？这就是你选的男人，他就这样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面对这种危险，他就是这么照顾你的。他去城东给我抓药了，有事出去了。沈大人若是没事，就请回吧。我这小院子地方小得很，容不下大人您这尊大佛。我不走。阿唐，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怨我恨我，这都是我活该，可我是真心想弥补你的。沈大人，我说过了，桃花枝已经给别人了，你听不懂吗？我不信，这不可能！你是在气我，对不对？你只是气我当初娶了柳阴阳，所以故意找个民间大夫来气我。阿图，
我们之间有整整6年的感情啊，6年的同甘共苦，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我不相信你能这么轻易的忘掉。从前我掏心掏肺对他的时候，他视若无睹，一次次为了权衡利弊把我往后推。如今我彻底放手了。沈昭，6年的感情一直都是我一个人的坚持，而在每一个需要抉择的时刻，你从来没选过我，不是吗？看来我不在的时候，家里来了不速之客。阿唐，没被伤着吧？我没事。放开他！你不过是个乡野村医，有什么资格站在他身边？我是什么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阿岑现在是我的未婚妻。倒是沈大人你，堂堂朝廷命官，不在京城好好当差，却跑到江南来闯民宅，纠缠别人的未婚妻，这怕是不合大钱的规矩吧？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拿大钱的规矩来教训本官？规矩就是用来约束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沈大人若是不懂，我不介意亲自教教你。顾燕，把你的手给我拿开！你一个不知来历的野稀疏，凭什么碰她？她是我的女人！沈大人似乎记性不太好，阿唐早就把和离书拍在了你的脸上。如今，她是我的未婚妻，我护着我未婚妻，天经地义。不对，这双眼睛，这种睥睨众生、视人命如草芥的上位者气度，绝不该出现在一个乡野村医的身上。我一定在哪里见过他。沈家案件即刻重审。是你，是你！沈昭，你又在发什么疯？顾燕，我想起来了，当年京城沈家贪墨案，满门抄斩在即，那个闯入刑部重地，匿名往尚书大人案头递交犯案铁证的人，是你，对不对？沈家沉冤昭雪，我一直以为是沈昭四处碰壁，受尽屈辱，熬了无数个日夜才换来的奇迹。我甚至因为心疼他受的那些苦，一次次量他的自私，心甘情愿地等了他6年。难道这一切的救命恩人竟然是顾燕？阿燕，他刚才说的是真的吗？是我。你早就看出我沈昭非池中之物，一定是想捏住我沈家犯案的把柄，以此来要挟我，为你铺路，对不对？顾燕，你藏得好深啊！沈大人，你沈家满门的死活，在我眼里，还不如街边的一条野狗值得可怜。那你图什么？我不是帮你，我帮的从来都只有阿唐。6年前，为了你的事，她一个弱女子，在刑部衙门口那场暴雨里跪了整整3天3夜，膝盖跪烂了，嗓子喊哑了，几次昏厥在泥水里，差点丢了半条命。我实在看不得她受那种苦，我不过是顺水推舟，将手里的证据递了进去，仅此而已。求大人明察，沈家是冤枉的，求求你们看看我带来的证据。苏姑娘，沈家的事我帮不上忙，但你以后若想离开他，我可以送你。原来是他，6年前在那场大雨里救我一命的人，一直都是他。他替我解决了这世上最难的死局，可我呢？我竟傻傻的把所有功劳、所有的感激，全都算在了沈昭这个伪玄子的头上。我居然为了沈昭的不容易，感动了整整6年。我真傻，我真的太傻了。不可能！你在骗我！你绝对是在骗我！
当年沈家的案子，明明是我四处奔走，送了整整5000两雪花银给刑部侍郎李大人，是李大人亲口答应我会在尚书大人面前美言，是我在李府门外跪了3个通宵换来的。你休想把这一切抢走！李大人，你是说那个只认银子不认人的刑部侍郎李文长吗？沈昭啊，沈昭，你以为你在官场上混了几年，就懂朝堂了吗？李文昌收了你那区5000两银子，转头就在春风楼包了2个青丘着。他不仅根本没打算帮你，甚至还拿着你的银子去向构陷沈家的政敌邀功请赏。你胡说！李大人明明收了礼，他说过会帮忙的。哼，若不是我将那份盖着绝密印章的铁证直接用匕首钉在了刑部尚书的案台上，你以为就凭你送去的那点塞牙缝的脏钱，沈家的案子能翻得过来？你以为你在这朝堂上站稳了脚跟，是因为你能力出众，忍辱负重？错，从头到尾，你不过是踩在阿谭用命换来的台阶上，捡了个现成的便宜罢了。原来我什么都不是，我根本没有拯救沈家，我所有的骄傲，我费尽心机钻营的一切，竟然都是别人施舍的。这6年，他总是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训我，说他为了家族有多难，说我不懂他的抱负。原来真正可笑的人是他自己，他用盲目的自大包装着无能，却把所有的牺牲都理所当然地压在了我的肩上。沈昭，看着你现在的样子，我真觉得这6年的时光，喂了狗都比喂给你强。阿燕，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救了我的命，你是那么大的恩人。这6年，你明明有很多机会可以出现在我面前，为什么你只字不提，宁愿看着我在沈家受尽委屈？告诉你做什么？难道我要拿着这份所谓的恩情，跑到你面前耀武扬威，逼着你勉强自己来报答我吗？阿唐，你知道我的性子，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你因为愧疚而产生的感激，更不是迫于救命之恩的以身相许。我要的是你心甘情愿，毫无负担的自己朝我走过来。同样是整整6年的时光，沈昭心安理得地耗着我的青春，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我倾尽一切的付出，把我的懂事和仁实当成他可以肆无忌惮拿捏的筹码。而顾燕，她明明有着天大的恩情，却默默站在最隐秘的暗处，替我挡下所有的狂风暴雨。她连一句我帮了你都不肯说，只是生怕这恩情会变成沉重的枷锁，给我添半分心理负担。原来人和人之间差的从来都不是相识的时间长短，而是那颗是否愿意真正尊重你、珍视你的心。不，阿唐，你不能信他，他是别有用心，他就是想从我身边把你抢走。阿唐，你别被他骗了。阿谭，你看看我是沈昭啊，我们在一起6年，难道你真的要为了一个外人的3言2语，就抹杀掉我们6年的感情吗？你跟我回去，我马上八抬大轿娶你做正妻，我什么都不要了。直到现在，你依然在推卸责任。你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爱我，在你的世界里，你最爱的永远是你自己的前途、你的脸面，以及你沈家那点可笑的门楣。你娶柳莹莹是因为她能给你锦绣前程，你让我做妾是因为你既舍不得我的百依百顺，又给不了我任何名分。现在，当血淋淋的真相摆在你眼前，当你知道你所有的骄傲都是个笑话时，你还是不肯接受自己的无能。你宁愿像条疯狗一样去咬别人，觉得是别人骗了你，也不肯低头看看你自己有多丑陋。沈昭，你其实从来都没有懂过我，是因为争风吃醋。不，我走是因为我终于看清了你这具光鲜亮丽的皮囊下装的是怎样一颗自私、懦弱又令人作呕的灵魂。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话，从今往后，你是死是活，是飞黄腾达还是跌落泥潭，
都与我苏檀再无半点瓜葛。终于还是到了这一天，大仇得报，他也该回属于他的地方了。在想什么？你要回京了是吗？太医院院判，官复原职，恭喜你顾言。傻瓜，我不回去。可是圣旨，那是皇上的旨意。我已经上了折子，辞官了。辞官？你疯了！那是你顾家10年来用命换回的清白和荣光。10年前，我父亲就是因为身在朝堂，才落得那般下场。官场轻轧，勾心斗角，我早就厌倦了。更何况，这里有你，我不想再让你跟着我担惊受怕，也不想再让你陷入权谋的漩涡里。江南好，我们就在这里，守着这棵桃树，开个小药铺。你制药，我行医，安安稳稳过日子，好不好？沈昭总说等他站稳朝堂就给我安稳，可到最后甘愿放弃滔天权位只为给我安稳的人却是顾燕。好，我们开药铺，我们过日子。苏姑娘，顾大人可是把这江南最好的绣像都请来了，这布料可是圣上赏赐的极品云锦啊。顾大人说是照着您母亲留下的旧物临摹的，嘱咐我们一针一线都不能差。顾先生大喜啊！顾先生妙手仁心，活该有这好福气。可不是，苏姑娘人善心美，跟顾先生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多谢各位街坊，今日备了薄酒，大家务必尽兴。一拜天地。终于成为了他的妻子。阿棠，父亲，我知道你家乡的规矩，3月初3上4节，置花枝，定姻缘，3次花枝2度空。这一次，换我来等你治。3次花枝，2次落空，最后一次，连递出去的机会都没有。我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给谁置花枝了，可这个人等了我6年，护了我6年，把我放在心尖上，舍不得我受半分委屈。接住了，阿檀，我接住了。接住了。3次花枝2度空，终有一枝向春风。往后岁岁年年，桃花开的时候，我都陪你。好。往后年年岁岁，我都在。原来最好的姻缘，从来不是苦苦等待来的，而是当你转身时，它正好就在那里，撑着伞，捧着心，等了你很久很久。